如果你想买到我们酱油，或者是吃好吃的酱油团子，可以来到我们三星的岛酱商行本店。因为我们是自然发酵，我们在吃的时候它是会有那种回甘的风味。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豆香味会很浓郁，所以就是来这边就可以找到很多宜兰特选的一些农特产品。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宜兰三星，拜访一对特别的兄弟，他们回乡接手阿嬷传承下来的手工酱油，把一间超过70年的老干妈店变成了传承匠艺精神与地方人情味的岛酱商行。他们还介绍了我们来到宜兰三星必吃必逛的美食和景点哦，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跟着烟波 check in 宜兰。影片开始前，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即享烟波专属优惠。大家好，我是童野，岛酱商行共同创办人，传承了宜兰的这个酱油制造的技术。我是童宇，是弟弟。宜兰就是传统所谓上面的后山这样，发展比西部还要晚。像西部他们很早就形成聚落，他们可以做酱厂什么的。但是我们的记忆一直是保存在村落里面。宜兰很多人都会做酱油，尤其是老一辈，像我阿公阿嬷那一代的，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酱油。这个技术保留的形式就是都是在一家一家这样子传下来。以前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嘛，所以就是像我的阿祖啊，然后我阿嬷，他们以前都需要去做很多家里面的事情，所以他从家里面就传承很多的技术给他。料理方面，它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要把这些东西传承下来，包含烟熏肉啊、高渣啊，然后红豆粽啊、包啊粿啊，比较传统，然后是属于宜兰限定的一些产品这样子。我们就先从酱油开始了，主要是因为2014年的食安风暴的关系，所以阿嬷就又把做酱油这件事情又重新拿出来做。因为做酱油其实本身是有一些劳力活在那里面，比如说你要搬豆曲啊、过滤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以传统制程上来讲是很耗费人力的，所以就拉我去帮忙这样。以我们的酱油来讲，就是跟一般外面市售的差异就有好几个地方，原料、工法，然后还有制程。工法来讲的话，外面的市售酱油，他们如果是那种化学酱油，他们是可以大量快速的生产。那我们自然发酵的话，像宜兰我们是用水式后手酿造法，光是在外面曝晒让它发酵，我们就要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因为我们是自然发酵，我们是用陶瓮，发酵的容器本身也有一些大小的限制。大家其实可能不知道，台湾传统酿造法就有5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南部的干式酿造法。为什么我这边会用水式后手而不是用其他的工法？就是因为宜兰就是一个很常下雨的地方，因为发酵其实它要有一些温度上面高一点点，对发酵是比较好的。那阳光也需要充足，在我们阳光不太充足、雨水又很多的情况下，先民的智慧，他们就用把原本西部的那种酱油制造法去做改良，变成是比较适合在台湾北部这种多雨的地方能够酿造酱油的方式。我们的瓮里面的水其实算是蛮多的，多到我们可以直接去做搅拌，这样加进它的发酵，然后抑制霉菌的增长。那后熟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拿回来之后，我们还要做长时间的熬煮，通常是8到10个小时。除了做传统的东西以外，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在地，就是跟宜兰的产品可以结合，然后共好这样子。如果我们要开发新的产品，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是能够找一些在地的食材。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知道它在哪里生产的，由谁生产的，我们比较安心。像我们自己的豆子，我们就是用宜兰的老种黑豆。那因为老种黑豆它其实是没有经过改良的，它是自然在这边自己适应了宜兰的环境。我相信如果各位有来这边尝试的话，就可以吃得出来外面市售的酱油跟我们这边的手工酿造的这种酱油的风味的差异在哪里。因为我们是自然发酵，我们在吃的时候它是会有那种回甘的风味。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豆香味会很浓郁，然后因为自然发酵嘛，所以那个对人体也是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也去开发了像是茶韵酱油，就是在酿造的时候我们把茶叶一起放下去，所以它会有一个茶的韵味在里面。那另外也开发像是金柑醋酱油，就是大家俗称的金枣，算是宜兰的特产这样子，把它跟金柑醋一起搭配，是一个可以直接淋在沙拉上的沙拉酱，蛮适合拌凉面啊、拌沙拉，它吃起来就是果香味很浓，然后很清爽这样子。那像是我们有跟宜兰圆山深沟那边种米，他们用他们的米去膨发做成小米饼干这样子，其中有一个口味就是用我们的酱油下去做调味。我们还有一款就是像是日本鲜贝，然后它是压成扁扁的，然后上面刷我们的酱油，也是鲜甜的，所以就是来这边就可以找到很多宜兰特选的一些农特产品。对啊，我们店内是有自己卖酱油团子，大家常听到酱油团子应该都是在日本，在台湾也想要吃到好吃的酱油团子，可以来我们三星岛酱商行这边品尝。我这边其实是蛮希望说把我们这边变成一个大家会喜欢来的聚落啊，就不只是我们这个店，大家可以在这边来一个半日游，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店里走走。那其实我们的那个制造酱油的地方就在隔壁，中间的隔间都是用玻璃，在店里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制造过程，看到自己吃的东西是有一个安心的制
成这样子。宜兰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地方，然后就是很舒服，适合散步啊、遛狗、骑脚踏车啊。来这边就是慢慢的，然后享受生活。岛酱商行现在做的就是在三星乡这边，我们从小就在这边长大。三星虽然是一个小乡镇，但是也有很多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大家来吃的地方。而且我们介绍都是我们店附近的店，就是大家可能走路骑脚踏车就会到这样。往上会有天颂鼻火车站，然后白天的时候，他们那边也有园区可以去坐小火车啊，看一些以前太平山铁道林业的一些文物。天颂鼻车站的由来，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宜兰有台湾3大林场之一的太平山嘛。以前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命脉，就是从太平山上面运木材下来。天颂鼻车站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下太平山之后第一个平地站，那边的社群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然后他们也有保留以前的那个森林火车铁路上面的那个回车道，车站也是可以看到一些历史建筑在那边的。然后再往下的话，沿着安农溪骑脚踏车一路往下滑，就是会到落羽松秘境。大家都知道，就是落羽松，就是它随着四季会有不一样的景色。冬天就是会比较萧条，叶子都掉落这样；秋天就是叶子都是黄黄的，夏天就是很茂盛，那春天就是在发芽。然后那边就是非常适合拍照，然后很多情侣会在那边拍婚纱。服务梯房那边，其实如果没有人的时候，你可以坐在梯房上面，然后也可以遥望对岸的大同乡，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南洋溪的河床，风景就很好。我去放松的地方，这样工作结束之后会去那边坐坐。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叔叔的果园。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有做金柑的那支酱油。那我们用的金柑就是它的果园生产的金柑，这样友善农耕的金柑。它还有种友善的芭乐，大家如果有去的话，也可以去采芭乐或是采金柑，它都有一些这种体验的活动，体验一下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就是可以去跟果园这边做预约。那边还有一些隐藏版的这种商品，像我叔叔有养放牧鸡，也可以在那边跟他说你想要捡蛋啊。阿川鱼丸米粉就是三星地区的老字号，可能1个礼拜都会吃一次这样，而且它就是还是很平价。其实它的商品的选项没有很多啊，就是鱼丸米粉、米糕，大概就这几个而已。我的标配就是大碗的鱼丸米粉，60块，加辣，一定要加辣椒，对，辣椒很好吃。因为鱼丸米粉的发源地是在圆山南洋溪的对岸，它是在三星这边卖，但是味道不输圆山那边。阿贤春卷它就是有得到去年的500碗的推荐，它本来生意就很好，然后得到推荐之后，常常经过就是都在排队。它都是卖炸物、炸春卷啊、炸甜米糕、炸萝卜糕啊。我自己很爱春卷，好像大部分都是包韭菜，我觉得它包桂菜包得很好吃，表皮很脆，然后也蛮大一只的。何家葱馅饼其实是我们之前也有去他的店面旁边摆摊这样，我才发现，那一整条街就是大家都在卖葱油饼，这只有它最特别，它是卖葱馅饼。所以如果很喜欢吃葱的人，就很推荐去吃何家葱馅饼，里面一整个都是葱的馅，然后很多汁这样。为了吃葱而来的话，就很推荐何家葱馅饼。白雪就是从小吃到大的冰店，像我就是一直都吃我从小吃到大的口味，绿豆炼乳对我来说是一种吃饭过后的一种享受啊。那就是绿豆，然后再加炼乳，在清冰上面，就这么简单而已。清冰我记得南部好像会叫做香蕉冰，就有点那种香蕉水的味道。但是宜兰清冰跟香蕉冰又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香蕉冰味道会比较重，然后清冰它就是比较淡雅。如果你想买到酱油，就是欢迎上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如果想来跟老板聊天，或者是吃好吃的酱油团子，可以来到我们三星的岛酱商行本店，然后也可以顺便来我们推荐的附近的一些景点，吃美食，散步，散心。那也欢迎大家订阅烟波的 YouTube 频道，了解更多有趣的在地美食。烟波 Check in 宜兰，吃喝玩乐一把抓。订阅我们，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韩式拌饭。我想象的韩式料理就是他们会放那个红红的那种辣辣的酱，它完全没有，口味是很清淡很清爽，料也很丰富，蔬菜然后还有坚果类的东西，超好吃。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冷菜那个区块，它每一道菜它都有配它自己的酱。你制酱的人角度来看，就觉得这真的很厉害呀。我们在帮我们酱油找适合它的料理的时候，有点难度。从它这种每一道菜它有自己适合的酱来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主厨花了很大的心思在上面。这边有很多的菜色都是可能去其他饭店住啊会吃不到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这样来盐玩可以来烟波。